苏晨，把后山转让协议签了。我的山凭什么转给你？奶奶住院的医药费我替你借的，利滚到50万了。你守着一座连兔子都养不活的荒山，留着干什么？又不是我让你替我借的。奶奶在 ICU 躺着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我跑前跑后借钱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欠债还钱。这后山荒了多少年了，连只野兔都养不活。我接手改养殖场，拿黄山抵50万，不亏。听哥一句劝，这破山有人要就不错了。奶奶还在医院等着钱。苏晨，你疯了！3天，50万，一分不少。3天后还不上，后山双手奉上。行，3天，见不到现金，后山我自己来收。就凭你3天，你那座破山上连根之前的草都不长。丁，检测到宿主强烈的领地保护意愿，万界狩猎拉克系统绑定成功。万界狩猎，什么意思？宿主苏晨，当前领地红山村后山直通万界狩猎场，灵脉评级，每招揽1名猎人进山，灵脉自动进化1分，所有生物生长速度、体型上限提升1倍。新手任务，招揽10名付费进山猎人。任务奖励：荒山升级为 LV1灵脉山，投放上古异兽征。你能不能让山里那些偷猎的滚蛋？我能让你听懂这座山怎么阻止偷猎，你自己想。行，一副耳朵也行。红山村后山，巨型野生动物，隐藏稀有万金猎物。试营业，进山费500一位，保底1000金大物起步。猎到猎物归你，倒赔1000，猎具损坏概不负责，非硬汉勿扰。苏晨家那座破山荒了几10年了，麻雀都少见，还狩猎。那山我去过，石头比人多，割韭菜，谁去谁冤种。说说你那山，荒山，外表寸草不生，但我说了不算，你来了自己看。定位，20分钟到。你的山，我的山，这种地方能有什么？我说了不算。先富后进，猎到什么各凭本事，工具损坏分手而归，自行承担。自己写的，连个素方都舍不得。500，明码标价，没人逼你。行，500块，买一个答案。这山上到底有什么？首位付费客人确认，新手任务进度1/10，灵脉进化10%，启动，含氧量提升，生物生长速度翻倍，基因诱导开启。进山之后风险自负，现在反悔来得及。500都付了，带路。走了快半个小时了，你说的千金猎物，脚印都没见着一个。30多个猎场，每一个这么精，东西在躲。你的猎刀在哪？背包侧面，拿出来，握紧。你感觉到了吗？困惑，领地上出现了陌生的气味。苏晨，这东西你之前见过没有？没有。那我们现在怎么办？30个猎场，见过黑熊，见过野牦牛，没见过这个。獠牙上的纹路，这东西的年纪可能比我爷爷都大。领地原生种铁宗巨雉，灵脉催化后体型增长3倍。当前行为驱逐入侵者。他只是在赶人。你跟我说实话，你那广告上写的千金猎物是蒙的，还是你早就知道？你想干什么？钱我不会退，付钱的时候我说了。我再付一点。那头猪，我得搞清楚它是怎么在这座山上长出来的。500到账。你还要提醒我风险自负吗？你刚才被猪追的时候我就没提醒。兄弟们，红山村后山刚被一头野猪追上了树，没见过这么大的，獠牙上有花纹。来，公带最大的。刚才那声撞树的动静，你听见没有？这山里肯定有东西。逃走到了2分，昨天那根也是被咬断的，牙印比狗大。有烟味儿，有人进山了。那个承包荒山的苏晨，他一个人能干什么？走，今天得套到东西，王老板明天要货。你们在山里套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山是你家的。是，小兄弟，我在这山上套东西的时候，你还没承包，让开。别动，让我看看。 3个人，一个套走干，一个麻袋里有羽毛，一个网缝。明天还会来，你一个人拦不住。我知道。陆少，你别闹，
红山村那座破山，我去过3回，连个兔子屎都没见过。野猪还1000斤，你是不是昨晚喝多了？定位没错吧？我离红山村40公里，半小时能到。要是忽悠我，油钱你报。哎，自己看。他以前撞过这棵树好几次，领地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撞树是标记，告诉别的东西这片归他。那他为什么走了？因为你没跑，不是要吃人，是赶人。你说，如果他不止赶人，如果他能吓人，什么意思？铁宗巨制当前情绪满足，建议不要摸肚子。我没想摸肚子，我想跟他说话。翻译通道已建立，宿主可直接发声。铁宗巨制能理解基础指令。老铁，你能学怎么吓人吗？不是让你吓我，是吓他们，拿着杆子的，背麻袋的。行，先从这个开始，喷气，但下次别喷口水。第2步，中箭倒地，我喊中，你就倒，明白？中！铁宗巨肺当前情绪疑惑，问这根树枝为什么对着我？我还没喊。铁宗巨质问：刚才不算吗？他说他已经倒了。铁宗巨质当前情绪困惑，问：什么是吓人？你看啊，吓人就是让拿杆子的那些人不敢碰你的山。你追我的猎人朋友那次就挺好，问题是不能每次都追。第1步，咆哮，不是对我，对那边，大声一点。方向对了，移调能不能低一点？陆少，你要去耍我们？上山自己看。这山是真的荒，连个蹄印都没见着。蹄印没有，烟头有。有人在这山上。什么情况？领地原生种月牙黑皮，灵脉催化后体型增长2倍，当前情绪困，刚结束冬眠型假眠，四肢协调未完全恢复。刚睡醒。你来的正好，你们2个一起学咆哮。再来，咆哮，1、2。啊！再来一次，咆哮，1、2、3。这是在干什么？在教他们。教他们干什么？吓人。陆少，这山主脑子没问题吧？他刚才被这头猪喷了一脸口水，还在叫，你说呢？领地北侧3名未授权人员，距离40米，禁止观察。他在训练野猪，拍下来发网上，就说红山村山主用野兽吓人。这个人要把视频发网上，网上会有人看，会有人来，来的是猎人，付钱的人，让他拍。明天你们2个要出事。你自己看。特效吧？野猪怎么长这么大？黑熊打哈欠我看了2遍，定位在哪儿？我出2000。明天来的不止你3个兄弟了，让光头他们准备安排排队，不是围猎。你是苏老板，视频里那头猪真在这山上？在。多少钱？500一位，今天10个，先到先排。等一下，进山之前先看个东西。不用追，走出来，咆哮，回去3件事。收到。值了，500块，太值了。猎物归你，这是你那份。这是什么肉？山里的。干什么？昨天那8个人差点挤到你的牌子，做排队栏杆。木头哪来的？后山倒了2棵枯树，老铁撞的。要么是真的，要么全世界最好的特效师住在红山村。去后面，没看见木桩吗？灵脉净化度80%。最后2名猎人进山后，灵脉升至 L1，上古异兽征将从领地深处苏醒。密林南边有新动静，
体印比老铁起，比普通动物深3倍。领地新物种征，当前状态警戒，建议不要直视它的眼睛超过3秒。让我去看。从岸边山景上来的，走到这块石头停了。多久前？昨晚，月亮刚出来。确认，领地新物种征，灵脉催化前为深眠状态，当前警戒，建议不要直视它的眼睛超过3秒。征已锁定宿主，原因不明，情绪不可解析，警告，不要后退，不要闭眼。我知道你在听。这座山现在是活的，我让它活过来的。灵脉每净化1分，你的领地就扩大1分。我不是来抢你东西。你刚才跟他说话了？说了，他停了。上午10点，红山村后山，山体颜色古白，岩壁上有苔藓蔓延的痕迹。3天前视频里还没有这么多。你是来打猎的还是来拍的？拍的。拍可以，500。山主在哪儿？你是苏晨？是。昨天那个视频，你训练野猪那个，是特效吗？你要自己看。我付了500。那你可以看。苏老板，我朋友想明天来，能不能预留？不能，排队。他说加钱。排队。灵脉 LV1已稳定，新增功能：领地全景监控，易受置业专职肥育加速。建议宿主建立管理团队。你那3个兄弟，光头、铁子、墨镜，让他们留下来，开工资。干什么？排队是你管的，木桩是你削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我一个人不够。光头，你以后是安保队长。多少钱1个月？去问苏晨。铁子你管预约，墨镜你管设备。当前领地物种铁棕巨雉活跃，月牙黑皮活跃，征警戒中。领地生态位已初步建立，食物链尚不完整，建议引入中型灵禽填补中间生态位。这个你不用建议，我自己会看。3天到了，50万。数一下。灵脉 LV1稳定，领地正式进入运营阶段，新手期结束，新阶段开启，请宿主为领地命名。叫这个。昨天那条直播全网播放量过了2000万，你的山现在比我知道的所有网红景点都火。好事儿。分情况，火了的网红景点一般3个月内会出事。你看到了，那座山上现在全是这种东西。王老板，山是苏晨承包的，他有合同，合同只管地部，山里那些东西，巨型野猪、黑熊，还有这个红色的，哪个是正常物种？哪个有检疫？哪个有经营许可？他收一个人5000块，交过1分钱税吗？你要我干什么？封山，安全检查，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一律扣押。那座山上每一头都是非法的。封山要上面的批示，上面已经在看它了。120万人看的直播，你觉得上面能看不见？我只管安全检查，检疫的事儿你自己找人。领地生态位出现缺口，食物链中层缺失，建议引入中型灵禽。当前领地灵气浓度已可支撑新物种自然诞生或外部引入。一展2.3米，速度比隼还快。领地新物种七彩灵锦，中型灵禽，食性杂食，当前情绪好奇。注：该物种为领地灵气浓度达标后自然诞生，未经过灵脉催化，是这座山自己的产物。苏晨同志，镇上接到群众反映，
你这片山林存在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经营行为，我今天是来做安全检查的，请你配合。请进山，我带路。老板，今天10个名额已经满了，里面还有人在，让猎人暂时停止活动，回到山脚休息，15分钟后继续。这山上怎么跟外面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空气，我上楼都喘。走你的山路，越走越有劲儿。这是野猪，山里的原生种，不伤人。你们把执法记录仪关了。主任，关了。你说的原生种，有没有人做过物种鉴定？没有。做，尽快做。我不管你找哪个机构，把鉴定报告拿到，只要纸上有字，我给你批生态旅游许可。没那张纸，谁都保不住你这座山。对，检疫所，红山村后山有未经检疫的大型野生动物，品种不明，建议你们尽快派人来。监控系统已记录通话，云端备份完成，建议等待检疫所到达后全程陪同。另，领地物种鉴定为 LV1灵脉权限以上功能，宿主是否授权系统出具物种鉴定报告？你能出具鉴定报告？能，但不建议。鉴定报告格式含基因组分析、生态位评估、灵脉适应性数据，非本世界科学体系可验证。建议宿主联系第三方机构进行形态学鉴定，系统可辅助提供样本。把样本准备好，羽毛、鬃毛、蹄印粉尘各取1份，明天我自己送去鉴定机构。收到。接到举报，你这里存在未经检疫的大型野生动物经营。我需要采集样本，毛发、血液、粪便，请配合。可以，样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鬃毛、毛发、羽毛、粪便样本在山上，需要我带你去吗？这毛切面不是圆的，是多边形的，我没见过这种毛鳞片结构。你这些动物从哪儿来的？这座山自己的。他自己承认了，未经检疫，品种不明，这种动物在山上经营收费。就是违法的。我需要带样本回去检测，检测期间建议你暂停营业，这不是处罚，是安全起见。在我出结果之前，不能让游客接触未经确认的物种。需要几天？3天，最快3天。好，3天。暂停营业3天，检疫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进山。我开了600公里。3天，我假都请好了。陆老板，你开玩笑吧？他说了3天，3天就是3天。你们现在回去，3天后回来，还是这个位置。铁子，我记着呢。1号到10号，今天没进去的，3天后优先。后面的顺延。苏老板，我是陵园动物园的，昨晚看了直播，那只红色的无尾兽，我想跟您谈租赁合作。你认识他？不认识，但我认识不认识。我干了20年动物园，每年经手的新物种不超过2个。你这一座山上，直播里我看到了至少3个。我不管他们是什么。我只知道全世界只有你这儿有。他现在在看着我们，在听。你训过他？没有，他自己选的。不买，不抓，不运输，你让他自己决定。如果他愿意来动物园，给我打电话，笼子我不锁，他随时可以回来。对了，检疫报告出来之后，不管结果是什么，给我1份。如果报告说他们是未知物种，我拿报告去申请新物种保护资质，有那个资质，你就不用怕检查了。你已经学会写建议了。领地新物种当户大型羚，翼展5.3米，食性肉食，当前情绪探查，注该物种出现时间与征的苏醒时间同步，推测为征的伴生物种，二者在灵脉催化前处于共生休眠状态。当户和老铁不一样，不是训练能解决的，也和征不一样，征会听我说话。苏老板，结果出来了，比预想的快。这个建议进一步研究是好事还是坏事？说实话，我干检疫15年，没见过这样的报告。我不能给未知物种发检疫合格证，
但我可以给你发一个无公共安全风险的备案函，有这个函，你可以恢复营业。另外，我给你的样本做了基因比对，它们不是从任何已知物种变异来的。你之前说它们是这座山自己的，你没骗我。对，水源，山上的水源，那条溪流是下游3个村的饮用水，往里面投东西，不用太多。我不在乎山上的动物死不死，我要让苏晨的备案函变成废纸。监控已记录通话，云端备份完成，语音内容分析，目标水源投毒，风险评估高，建议启动水源监控预警，是否授权？授权。从现在开始，每一滴流进这座山的水，都给我看着，全部。收到，全域水源监控已启动。警告！警告！警告！水源地检测到高浓度百草灰，灵脉正在中毒，启动紧急净化，逆转毒素分子结构，剥离有害成分，合成中性化合物。净化需要多久？全流域40分钟，毒素已渗入灵脉表层，修复灵脉损伤需要额外6小时。放大、保存，云端备份，实锤。已保存，已备份，补充证据，通话录音，塑料桶指纹，溪流毒素残留样本，证据链完整度100%，建议移交执法部门。不，先不移交。原因？他还会来。明天，他会来看毒死了多少鱼。我要他亲眼看到，溪水是干净的。策略评估有效，目标已触发自我毁灭程序。移交吧，所有证据给执法部门，同时抄送李主任。收到，证据包已发送。你们搞错了。投毒发生在凌晨2点，40分钟后，毒素被这座山自己净化了。我说的自己净化，溪流里的未知微生物分解了百草枯。我拿到了检疫所的报告副本，这种微生物不在任何已知数据库里，它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备案函无公共安全风险，发函的是检疫所专业人员。投毒者在生物证据面前没有辩解。通话录音、夜视监控、指纹。证据链闭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能抓到？不知道，我只是把每扇窗都打开了，他从哪扇窗翻进来，窗底下就放了东西。火龙果。对，猎人打的猎物都是这样。各种灵果，西红柿血浆，桑葚淤血。火龙果伤口组织，猎人带回去的肉是系统用灵脉能量生成的生物体。偷猎者在这山上套了几年，我一个人拦不住，训练他们吓人。老铁把偷猎者吓跑的那天，偷猎者把视频发到了网上，320万人看了。第2天有人来付500块，不是偷猎，是来看。所以你把偷猎变成了表演？我把杀变成了看。这件事，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那些花钱来打猎的人？等他们自己想问的时候。我不发打假视频了。为什么？因为我打假打了3年，第一次遇到一个假的东西，我希望它是真的。你的表演，那些火龙果汁，那些灵果血浆，那些假装被猎杀的灵兽是假的，但你不让偷捕者杀他们，是真的。我留下来，不是免费的，我直播的收入归我，但我不再打假了。我要拍这座山。好。怎么样？我自己做的。丑，还你的队。检疫报告出的时候，这些能用上。我在整理那晚的投毒证据时间线，发到网上的版本不需要太专业，但得让普通人也看得懂。你放心，不暴露山上的秘密。你不需要替我遮掩。我没替谁遮。
我不说系统，是因为说了没人信。等有一天有人信了，我再改。陈娃，你那山上天天那么多人，还有车，村口老槐树下王老头说你把山卖了。没卖，还在我手里。那就好。你奶奶走之前交代过，山不能卖。李婶，你家的西红柿今年为什么小了？不知道，往年浇水就长，今年浇了不长，叶子还发黄。试试这个，混在你浇菜的水里，1把苔藓泡1桶水，浇1垄地。这是什么东西？山上石缝里长的。检测到领地附近未授权人员，身份确认苏强，行为无威胁。我知道。你尝。李婶儿，你浇的什么水？苏晨给你的。山上石缝里长的东西，泡水浇的。苏娃子，你那石缝里的东西，给我也抓1把。李婶家那3垄西红柿，往年最好的也就鸡蛋大。你给他1把石缝里的草，今天早上颗颗拳头大。苏晨，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灵脉苔藓，山上灵泉边上长的。泡水浇地，1把苔藓泡1桶水，浇1垄。不卖，谁家地瘦谁来拿，1人1把。排队，名字，几亩地，先登记再拿。你早就准备好了。李婶试过了，行得通。我种了几10年地，头一回碰到土不服、改土的东西，居然是山上长的。你这山真不一样啊！还有东西才行。推测，该能量波动来自祥瑞级灵兽，灵脉催化前需更长的苏醒周期，当前状态浅眠。预计苏醒时间10至5日。他在醒之前就来过这里。推测该灵兽对领地具有高度认知，在标记和征的撞树、老铁的领地圈定同一行为模式。祥热级灵兽通常具有超越本能的认知能力，可能已感知到宿主存在。不光是变大，味道变了。我种了40年黄瓜，没吃过这个味道的。不是甜，是怎么说？吃进去之后喉咙是凉的。这东西拿去卖能卖多少钱？你定价。我定。你是种菜的，值多少钱你比我清楚。但我有个要求，不是所有菜都能打零指标。你挑一个，小的、歪的、颜色不对的放零售筐，大的、直的、皮色发光的才能装箱。你管品控，装箱之前每一颗都要过你的手。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让我管品控？你是红山村种菜最好的，你不干谁干？王叔说黄瓜今天收了30斤，品控过了12斤，淘汰18斤，淘汰率60%。淘汰的那些卖镇里菜市场2块1斤，过了品客的装箱，他还没定价。你怎么知道这些？王叔早上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你是让他定零值价，他定不下来，让我帮他算。我跟他说你先别定价，等李婶的四红柿也过了品控，把2样东西摆在一起看，定价要配套。说零值这个名字好，但商标注册没有，包装设计谁做，冷链物流找哪家，镇上快递3天才到省城，西红柿烂在路上全白费。唉，这些东西你得在我这账本子上有对应的格子，没有格子就是还没解决。灵脉深层能量变动增强，当前强度为3天前的3倍。推测祥瑞级灵兽苏醒加速中，原因不明，可能与灵泉涌出量增加有关。灵泉水已渗透至山体深层岩磁。
他醒过来之后，是敌是友？无法判断。祥瑞级灵兽行为模式不在当前数据库内。注：征苏醒时为警戒状态。温度调到几度？蔬菜4度，掉到3度。这些菜不一样，温度高了灵气散。超市那边我谈的代销，卖完再结。如果3天内卖光，他们签长期供货合同。你一个人谈的？不是我一个人，王叔带了1箱品控样品，黄瓜切了半根给采购经理尝，他吃完之后没喝水漱口，把剩下半根也吃了。合同是他自己提的，种了一辈子地，以前是土里刨食，现在山养人，人也得养山。山好，菜才好，菜好，人才好。爸，医生说不做了。进山5000，排队。今天10个名额已经满了，预约排到3周后。我不打猎，我找人。苏晨，这座山的山主，这3页纸我看了1晚上，我瘫痪了7年。全国所有3甲医院都去过，能试的药全试了。去年医生说剩半年。上个月我在网上看到你山上一只七彩锦鸡的羽毛检测报告，未知蛋白质结构不在任何已知生物数据库里，含有7种未记录微生物，致病菌0。苏老板，我不求你把山上的东西卖给我，我求你带我进山，让我看一看你说的那些山自己的产物。如果他们能救我，我继承爷这条命往后是你的；如果救不了，至少我最后看到的不是医院天花板。他快醒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不知道，但我认得这种感觉。一个东西被困了很久，终于能动了。我瘫了7年的第1个月，每天早上醒来，先动的不是腿，是手指。向瑞级灵兽苏醒进度92%，预计苏醒时间今晚。能量变动模式转变，从浅眠转为快速眼动。他在做梦。注：做梦为高等认知行为，该灵兽的认知等级超出当前系统评估上限。你让这座山活过来了。我睡了140年，上一次醒来不是你，是一个女人。她进山采药，在灵泉边上滑倒了，膝盖磕在石头上，血滴进了灵泉。她用那片血叫醒了我，她用剩下的血救了我。她手上的茧子很厚，她把我断掉的脚用布条绑在她背上的药篓里。她说脚断了能长，命没了就没了。他没有问我是谁，他只是把布条绑紧了。140年了，我一直留着那根布条。那是我奶奶。我知道你的手上有她的气味，石缝里的苔藓，灵泉的水，月光草的叶子，她碰过的所有东西，你都碰过。你的腿没有死，是血堵了。山上有一种草，长在灵泉石缝里，叶子是银白色的，只在月华汇聚的地方发光。我睡之前种下的，现在应该开了。你去摘一株，不是吃，是放在枕头底下，放在枕头底下3个晚上，血就通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7年，他们说剩半年。你告诉我血是堵的，人说的没救了，是人的药没救了。你的血堵在腿关节以上，你需要的不是药，是月华草的根须渗出来的汁液。
汁液渗进皮肤，把堵的地方推开，不是治，是推。月华草，领地已知物种，当前位置灵泉石缝，已生长至可采集状态。采集后需在3日内使用，灵气含量随采集时间递减。注：该草种的种植时间早于系统绑定，种植者身份未记录。种它的人就在你面前。爸，你的手。昨晚布袋放在膝盖上，半夜我感觉到布袋在发烫，从布料里面往外渗的，渗进膝盖，顺着骨头往上走，走到腰的时候停了，然后往回走，来回走了3次。你给每样东西都起了名字，好记，也好跟别人说。140年前那个给我绑布条的女人，她不给东西起名字，她说名字是绳子，起了名字就绑住了。你做的事，让这座山不再是一个人守着的了。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你说你睡了140年，为什么是现在醒？因为山在叫人，灵脉每净化1分，它就往山体深处喊一声，喊了太多声，我没法装睡了。有人在动山底下的东西。我们是圣领集团的，持有合法的探矿权证，请配合。探什么矿？稀有矿脉。你们脚下这片山体，勘测数据显示，地下有高价值矿脉。你的许可证是探矿权，不是开采权。探矿可以，机械设备不能上山。人走上去，手拿便携设备，行。钻机、挖机、爆破设备不行。苏老板，合同我们看过，你只有地表承包权，地下矿产不属于你。我知道，所以我说人走上去可以，机器不行。不是不让你探，是不让你挖。合同上写了，地表植被、水源、生态不能破坏。你的钻机一响，苔藓死一片。我不跟你讲法律，我跟你讲合同。行，今天先不上机器，我的人拿便携设备走一趟。你最好希望他们什么都探不到，看到了，下次来的就不是我了。地下多少米？探测深度300米，信号断了，不是设备问题。地下150米处出现高强度能量反射层，探测波穿不过去。我们换了3种频率，全被弹回来了。弹回来的意思是，地下有东西。不只是矿产，常规矿脉不会反弹探测波，反弹意味着地下存在异常密度的能量场。赵总，那底下可能不是矿，我不管底下是什么，我只知道那座山上苔藓能改土，泉水能净化，草能治瘫痪。这些报道和报告不是假的。苏晨以为用合同挡得住，你明天带法务团队去查他的合同细节，他的承包合同、经营许可、生态批文，每一个字都给我查。还有一项手续不全，整座山就可以依法停工。别写保护，写共建。爸，你确定要签？昨晚布袋放在膝盖上，来回走了3次的那股热量，今天早上还没散。它在骨头里留了一层底。鼎川，我活了62年，第一次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不是医药费买来的。明天我把首长留在帐篷里。圣领集团法务团队已开始审查领地承包合同，合同潜在漏洞分析3项，建议提前准备应对方案。人类的法律，我没有办法。山体深处的封印，我和正当户可以守，但地上那些拿纸的人，是你的。我知道，
你们在这儿看合同，我上山看看。镇上档案室调回原始承包合同存档。苏老板，盛鼎集团的法务团队，我刚才在木牌那边看到了，他们能跟你耗3个月。承包合同有没有漏洞，不是你说了算，是他们的放大镜说了算。你不能一个人跟他们打，我出律师。什么条件？这一条，红山村后山灵芝品牌，鼎茂集团占股不超过20%，冷链物流、包装设计、销售渠道全部由鼎茂集团以成本价提供。我不赚你的钱，我把我的物流网和销售渠道给你用，你给我的回报是，灵芝品牌的第一批货优先供应鼎茂集团旗下所有生鲜超市，市场价，不议价，不压价，公平交易。我爸的意思是，你的灵芝现在是试销，试销期一旦结束，省城那家超市一家吃不下你的产量，你需要铺渠道。我们有现成的，全国327家门店，每一家都可以上你的灵芝。你不用现在回我，但赵完山的律师已经在山下翻你的合同了。你回我之前，我的人可以先打。调3倍预算，把省里最好的探矿团队给我。那座山底下，我不管他合同有没有漏洞，我要知道那底下到底是什么。他感觉到了。感觉到什么？封印在回应他，他离封印的距离比上次勘踏队近。封印不喜欢有人靠近，他往外推了一下，那股推力被那个人的身体接收到了，他会以为是自己的直觉在告诉他，这山底下有价值连城的东西，他不会停的。赵总，你方持有的探矿权证。探矿范围描述为红山村后山矿区。苏晨先生持有的承包合同中，山林承包范围为红山村后山全境。赵总，2处描述存在空间重叠，重叠区域内，你方没有任何优先权。在重叠问题解决之前，你方不能进行任何探矿作业。方律师，探矿权与地表承包权不冲突，地下矿产附属于地表承包人所有。我说的不是权属冲突，我说的手续漏洞。你的探矿权证的勘界坐标缺了一个点，4个勘界点少了1个，面积对不上。按照现行矿产资源管理办法第31条，勘界坐标不完整，探矿矿证暂不生效。你是省城金城律所的方铎，编号你可以查。方律师，麻烦你转告苏老板。勘界坐标的事是我的人疏忽，3天之内补上，补完之后我们再来。20%，不议价，不压价，全国327家门店，每一家都能铺我的名纸。你出物流，我出货，利润归我，渠道归你，差不多。还有一条，鼎茂集团的投资款，你什么时候想退，随时可以退，我不锁你的股权。封印每隔30年动一次，上一次动是我睡着之后第70年，那次动的幅度很小，只是让山体裂了条缝，一条蛇从缝里钻进来，在密林里活了40多年，最后在灵泉边老死了。这一次动频率比上一次快了10倍，不是因为灵脉净化，是因为有人在外面拿机器在震它。勘探队的探测波，每一次探测波打到封印表面，封印就往外推一下，推的力度不大，但频率太高，推了太多次，封印会碎。碎了之后出来的不是矿，是140年前被压下去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守了140年，用脚上的光，身上的毛，胸口那根红布条，我把自己拴在这座山上，不是为了等它碎，是为了等一个人。
一个能在我撑不住的时候替我把封印重新系紧的人。你碰到了。看见没有？公示信息已撤回，意思是证件失效。省城来的律师把他们的证件查出了漏洞，探矿权证暂停生效。我就说苏晨那娃能守住，他奶奶在的时候他就犟，不让他守的东西他也守，何况是他自己的山。厂长，第3批淘汰率降到30%了，磷的浓度越来越稳定。老纪那边的冷链车什么时候到？下午。第2车零值的量比第1车翻了3倍。李婶的西红柿，我的黄瓜，刘老三家昨天试种的生菜，全过了品控。那山真不一样了，以前荒得连兔子都嫌，现在连省城的律师都来帮他了。140年前，封印是我和那个女人一起系的。她用血沾湿手指，在这块石头上把裂开的那一道补上了。我出光，她出血。系完之后，她坐在这块石头旁边喘了很久。她问我，这底下压着什么？我说，压着的东西不需要名字。那行红了70多年。从他过世的那天晚上开始红的，他在封印上流了一滴血，那滴血一直在帮我看守，但血快干了，干了之后，这行符号会灭，灭掉之后，封印就不再是系紧的了。有我的血和他的差不太多。你说过，我手上有他的记录。赵总，探矿那边最快5天才能补完手续，但是我找到了另一条路。这条视频全网播放量已经过了5000万，凌晚那个主播发的，王坤被抓就是靠这段监控。赵总，那座山上有全天候监控，靠钻合同漏洞进不去，但监控有死角。山北侧岩壁，监控覆盖不到。我知道一个在这山上套了3年的人，他见过那头白色的东西。他说那东西的脚是发光的，不是反光，是自己发光。300万，加1倍，600。活捉，脚不能断，毛不能损。3天之内，在方朵补完我的探矿手续之前，我要那头白色的东西出现在我的地下车库里。就是这东西。赵老板说了，脚不能断，毛不能损。麻要打在后腿，别打脖子，脖子上的毛最值钱。有人在切灵脉，用机器。再30秒，频率降到最低的时候，他的脚会完全熄灭。那时候开枪，打后腿。警告：
灵脉频率干扰，北侧正在扩散，受影响范围全领地。白泽，生命体征下降中。灵脉干扰已解除，全领域灵兽生命体征恢复中，北侧岩壁监控信号恢复。云端备份已记录3名入侵者完整影像，建议移交执法部门。他认得你的血。我报警了，方律师也通知了。他说这次是刑事，不是合同纠纷。这什么东西？切灵脉的。李律师，帮我准备一份自愿放弃探矿权的声明。盛岭集团即日起退出红山村后山探矿项目，声明明天上午发给苏晨，抄送方铎，抄送镇国图所。对，放弃，全部放弃。不是放弃，是等。等方卓以为赢了，等苏晨以为安全了，等那座山自己露出破绽。你滴了一滴血，封印从系紧变成了锁住。锁住的意思是，外面的人不能再探测到它。赵万山的探测波、信号屏蔽器，所有想从外面刺探封印的东西，都会被这层雪挡住。能管多久？你的血管15年，你奶奶的血管了70多年，但她的血是在封印刚刚系紧的时候滴进去的。那时候封印最虚弱，一滴血管了很久。现在封印已经稳定了，你的血只需要维持，不需要修补。你留了什么东西在我手上？一个记号，以后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15年。够了！赵万山把名字摘干净了，放弃声明上没有漏洞。他请了最好的律师写的，短期内他不会再来，长期他还在等。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他等什么我不拦，我做什么他拦不了。冷链车现在2天一趟，李婶的西红柿和王叔的黄瓜已经把一车塞满了。下一批，刘老三家生菜，村东头张婶的草莓，老槐树下那块试验田的灵道，品控过了就能上，但冷链车不够，一辆车跑省城来回2天，327家门店，全铺开，需要至少5辆车。我已经在谈了。省城冷链公司愿意签长期合同，前提是稳定供货。苏老板，你的灵芝品牌现在在省城那家生鲜市场的复购率是90%，买了第1次的人，90%买了第2次，这个数字在任何生鲜品类里都不存在。你的黄瓜、西红柿、生菜，留住人的不是味道，是吃完之后那个梁子。省城的人需要它，全国的人迟早也需要。
你想铺全国？不是我想，是你的地决定了我必须铺。王叔的品控淘汰率降到3成，这意味着你那座山灵脉的浓度还在往上走。浓度越高，产量越大。到明年春，红山村的灵芝产量会超过一个省城超市能消化的量。你必须在那之前铺好全国渠道。拿走，放回帐篷里，以后不用了。检测到异常灵脉波动，来源不明确，方位西北，距离超出当前领地监测范围。波动模式与征苏醒前波动相似，与白泽苏醒前波动相似，与封印低频能量相似，但更高、更快，不是山体深处，是外界。警告：该波动信号来源超出系统认知范围，无法归类为灵脉、灵兽、封印或人类活动。当前等级权限不足，无法解析，建议与白泽讨论。那不是系统，是门。门？万界之间不是空的，每一界边缘都有一层屏障。灵脉浓度越高的地方，屏障越薄。裂界的灵脉浓度已经高到能被人从外面感知到了。那个光点，不是有人来了，是有人在门外敲门。系统面板上那些根须在往那个方向长，不是系统自己决定的，是灵脉在回应敲门的人。不是你发现了他们，是他们一直在找你。你的系统只是这座山给你的耳朵，但敲门的人，他们有眼睛。他们能看到什么？能看到灵脉。灵脉越亮，他们看得越清楚。你现在站在裂界山顶看到的月亮比山外大1圈，在他们眼里，裂界整座山都是一团光。这团光在他们的地图上是一个新出现的坐标，坐标旁边只有一个标注：未知灵脉源，等级不可评估。小娃，你啥时候回来的？2天了，睡在村口那个旧磨坊里。刘叔说那地方没人用，让我先住着。山道上那几段烂泥路，我铺完了东边那段，西边那段石子不够，再拉一车就够了。去山上找陆小，他那里有碎石。异常编动信号来源已部分解析，关键词月华。推测该词汇为某种植物名称或地名，与领地已知物种月光草可能存在语义关联。信号强度持续增强，信号方向正在领地坐标靠近。预计首次接触时间30至45日后。如果他到了，让他进来。收到，已标记该信号为待访客。王叔，过来尝尝。这个味道不是甜，是冰，吃进嘴里是凉的，咽下去之后喉咙里留了一层凉意，跟黄瓜不一样。黄瓜的凉在喉咙，草莓的凉在胸口。能过品控不？标准还没定，这东西以前没种过。灵脉苔藓泡水浇草莓是头一回，得定新标准。外观胭脂色带银蓝粉，口感入口即化，凉感从喉咙沉到胸口。品级先定特级，产量多少？这一个棚一天能摘20斤，5个棚全种草莓的话，一天100斤。100斤草莓，按省城超市市销价，1斤80，100斤8000块，一天8000，一个月24万。这只是草莓，还没算西红柿、黄瓜、生菜、灵稻。冷链车得再加2辆。方律师上次说的商标，
得加急。名字我想了一个，就叫红山灵品，不加任何花哨前缀。红山地名，灵品品类，简洁。那头猪平时不闻人，它闻你，是因为你手上有苏晨的味道。我没碰它。你们俩身上有一根绳子，它闻得到。灵脉 LV1 稳定运行。第23日，当前灵脉浓度已达到 LV1 上限的97%，预计突破等级1阈值时间3至5日后，突破后灵脉将自动升至 LV2。LV2 新增权限，领地物种基因诱导加速，3倍效率，灵植培育范围扩展至山脚周边农田，跨位面信号解析中度提升。LV2 之后，跨位面那个访客能提前到吗？无法加速对方移动速度，但等级2的解析精度可在对方到达前获取更多信息。当前仅解析关键词月华，等级2可能解析来访者身份、所属组织名称、具体目的。他来的比你想的快。灵脉浓度提升已进入加速阶段。LV2 突破后，系统运算能力将同步提升，预计在对方抵达前完成完整解析。各家各户注意！今天收草莓的品控标准出来了，王叔定的胭脂色带银蓝粉的装特级香，胭脂色不带粉的装1级香，颜色偏浅的装零售框，不要混装，混装了打回去重新挑。妈，你手里那个丝儿浅了，放零售框，别混，王叔会退回来的。这颗带粉儿啊，你看，那颗粉是蹭上去的，不是自己长的，不算。灵脉浓度99%，LV2 突破预计时间2小时内。突破过程中，灵脉变动会产生短暂的高强度灵气释放，影响范围全领地。建议通知山脚所有人员暂时撤离至安全距离。灵兽不受影响，他们需要灵气释放来完成自身等级同步。山体灵气波动，2小时内不要上山。山脚的人推到木牌外面，灵兽没事，人退。灵脉 LV2 突破完成，领地灵脉等级 LV2 新增权限已解锁，领地物种基因诱导加速3倍效率，灵植培育范围已自动扩展至山脚周边农田，跨位面信号解析精度3倍提升，开始重新解析西北方向信号。解析结果：来访者身份标识单字与推测为姓名或称谓的一部分。所属组织尚未解析，具体目的尚未解析。老赵，你喷的什么水？就井水，井水喷上去保鲜。老赵，你在我这儿干了快1个月的活了，品控标准是你帮着一起定的，胭脂色带银蓝粉特级，胭脂色不带粉1级，颜色偏浅零收框。你这个颜色不够胭脂，粉是喷上去的井水，一颗都过不了。王叔，我就这一荒，家里小孩开学要交学费，我想着混在李婶的草莓里多卖几个钱。老赵，你这一筐要是混进去了，特级草莓的箱子里有1颗是假的，被人买回去拍了照发网上，整个红山灵品的牌子就烂了。品控中心外面那块牌子红山灵品是我起的名字，我不让你砸我的名字。我重新种，井水不喷了。苏老板，什么情况？警告：灵脉能量储备降至临界值以下，原因 LV2 突破消耗
加灵值扩产消耗加灵兽进化同步消耗3项叠加，灵脉再生速度暂时跟不上消耗速度。当前状态，灵脉低功耗模式，预计恢复时间4至6小时。山在充电，山没有死，是充电。你谁呀？你怎么知道？我是他哥。强瓦，王叔叫你，品控中心后面那堵墙要加高，你去搭把手。来了。苏老板，这个能算会员积分不？不算。那我贴了干嘛？你喜欢？过了，特级，王叔，我昨天晚上去山上灵泉边装了1桶水，回来泡苔藓，泡了1整夜。今天早上浇的，没喷井水。老赵，违规记录清了，下次再犯，永久取消品控资格。不是我定的，品控标准上写了，不犯了。比他之前种的田，是不是泡苔藓泡久了？泡了1整夜，水都是凉的。灵脉每次升级，裂缝都会永久变宽，消耗越大，裂缝越宽，越宽涌出越多，这是一个循环。循环的尽头不是枯竭，是什么？是裂缝宽到封印压不住了。昨晚那次断电，在封印表面也留了一圈。你定那个灵脉养护日，不是在养护灵脉，是在养护封印。灵脉休息1天，封印的压力就小1天。你无意中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不是无意。断电的时候我看到了，木牌上“裂界”2个字是温的，灵脉断了这2个字就不凉了。封印是不是也一样？灵脉断了，封印下面那东西就有机可乘。你看到了，我摸到了，木牌是温的，封印是不是也温了？我妈说，村里现在种草莓比我在电子厂赚得多。磊娃，你不是说过年才回来？视频里看到我妈在摘草莓，手上全是银兰粉。我问她1筐多少钱，她说了个数。我算了一下，她1筐比我1个月加班费还多。我请了3天假回来看看，要是真的，我就不走了。叔，这黄瓜在省城能卖多少钱？现在省城超市1斤80，下周铺全国，鼎茂集团327家门店一起上。妈，我回省城辞职，下周就回来。来访者所属组织名称，已解析关键词倾销，推测为组织宗派或地名。另一移动光点，推测为同行者，但因不明原因正在折返。折返的那个是回去报信的。推测合理，先行者继续前进，同行者折返报告发现，该行为模式符合探索队特征。他折返回去之后，下次来的人就不止2个了。推测下次来的人数可能在5至10人之间，时间无法预计，取决于对方组织规模及决策速度。解析结果出来了，是倾销。倾销。140年前，封印刚刚系紧之后，我在山顶断崖见过一次倾销的人，不是来找我的，是路过。他站在云上往下看了一眼，看到了封印岩壁上那些符号。他说：“此地不宜久留。”然后走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你说那个人名字里有雨，140年前那个人的名字里也有雨，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脉。他来找什么？月华。140年前那个人走之前，我从他衣襟上扯下了一片叶子，叶子是银白色的，但叶面是淡青色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植物，是倾销那个世界特有的。他来找的
应该是同一种东西。140年前，你奶奶救了我。140年后，你锁了封印。清霄的人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敌是友，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在，我就不是一个人在守；你在，这座山就不需要再等140年才来人。温度调几度？3度，和之前一样，高了灵气散。知道，我在省城送过你们第1车试销的货，超市那个采购经理抢了半根黄瓜，没付钱。签，货在路上的损耗，鼎茂集团全赔；送到之后客户拒收，鼎茂集团全赔。你们只管开车，安全第一。温度3度，车上有没有温度监控？有，手机能看。我昨晚把监控 APP 装好了，超了温度手机会叫。来访者行为模式解析，关键词：旺气。推测，该访客掌握灵气感知技能，正在通过追踪灵脉浓度定位猎界坐标，当前距离约20日后抵达。补充解析，来访者携带物品中检测到金属能量波动，与领地已知材料无匹配，推测为异界武器或法器。他是来找月华的，带着武器。推测合理，但不排除防御性携带。跨位面旅行存在未知风险，携带武器可能为自我保护。他在看我们，我们也能看他吗？当前权限不足，无法反向追踪跨位面信号。LV3后可能解锁该功能。那座山，以前奶奶在上面采过药，她说山上不长草，但她每次上去都能找到药。她找的不是药，我知道。他在找那头白色的东西。小时候奶奶带我去过后山脚，她指着山上的石头说，里面住着一头有角的动物。我问她脚长什么样，她说分叉的，像树枝。我问她那头动物叫什么名字，她说起了名字就绑住了。陈子，你不用原谅我，铺路是我自己想铺。苏强，领地工程辅助人员，3个月前威胁等级，当前威胁等级0，是否更新人员档案？更新。这就是那个胭脂色带银兰粉的草莓。何主任，苏晨就是这座山的山主。之前检疫所的报告是我签字备案的。山上的物种鉴定，省里刚批了生态保护资质。赵建国的动物园也交了申请，2份资质一对接，这山上的所有灵兽都能拿到合法身份。苏老板，之前的事儿是我没搞清楚，今天贺主任来是看你的灵植产业，省里要把红山村列为乡村生态振兴示范点，你那个灵脉苔藓改土的技术，省农业厅想立项研究。苔藓不是技术，是山上自己长的。这草莓我在省城超市买的，排队排了40分钟，买回去之后我老婆吃了一口，让我今天必须来一趟。她说如果这草莓是药水催的，让我查；如果是土里自己长的，让我卸。全国首发第1天的数据出来了，327家门店，草莓商家3小时售罄，黄瓜2小时，西红柿1小时。明天翻倍铺货，冷链物流铺到西北和东北，从省城到最远的门店需要3天，3天是冷链极限，超过3天灵植的凉感会衰减。我已让季鼎川在西北和东北各建一个中转冷库，跟省城总库同一个稳坤标准，3度。建冷库要多少钱？鼎茂出，不算你那20%里面的成本，算我个人投资。你让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杖留在这里。这根手杖跟了我7年，放在你这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有用，不是送给你，是寄存在这里。哪天你山上有人走不动了，把这根手杖给他，跟他说我煮了7年，第7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是腿坏了，
是血堵了，不是治，是推。来访者当前距离约12日后抵达，当前状态静止，推测正在穿越两界之间的屏障层，屏障层灵气稀薄，需要积蓄能量。穿越时间预计3至5日。他停下的时候，能看到我们吗？理论上可以。屏障层为单向透视，外界可以看到内部灵脉走势。裂界目前的灵脉浓度，在屏障层视角下应该异常醒目。来访者选择在此处停留，推测为确认方位。他在看我们，也在等我们。让他看见。这花叫什么名字？还没人起。叫裂界兰，骨长120米，宽度最窄处8米，最宽处25米，花密度每平方米约30朵，总花量粗算36000朵。36000朵，一天就算来100个人拍照，每人能分360朵，负几？灵花谷免费开放，拍照不要采花，零售区照常收费。新规则，每月新增的景点由最先发现的人命名。最先发现的人命名？灵花谷谁先发现的？二师兄，他上周在谷里打滚，滚完身上沾了一身银兰花瓣，大黑跟着滚，2只加起来快3吨的兽在花里滚了一圈。陆小看到的时候，差点以为灵兽变异了。那灵花谷应该叫二师兄滚花谷，你去找他商量。来访者已穿越屏障层，当前速度约为之前的3倍。状态：屏障层串消耗巨大，到达后可能需要恢复时间，预计到达时间5日后。5天。他穿过了屏障层，屏障层是最难的，过了之后速度会快，但消耗也会更大。他到达的时候会很虚弱。140年前那个清霄人站在云上往下看了一眼就走了。这个人穿过了屏障层还在往前飞。他不是来找月华的。他来找什么？不知道。但一个人愿意穿过屏障层，愿意在没有任何同类的地方飞1个月，他找的东西不只是月华。月华只是他给师门的理由，他在找别的。品控标准背下来，3天之后考试，不过关的去采摘队，过了关的留品控，跟电子厂一样，有试用期，有转正，有五险。胭脂色带银兰粉特级，不带粉1级，颜色偏浅，零收框。在电子厂干了3年，第一次上班的地方能闻到草味儿。清霄的人需要灵气，他穿过屏障层之后，体内灵气会耗尽。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像一片沙漠，没有灵气的地方他会很虚弱。这3样东西放在他落地的位置，月光草给他光，苔藓给他落脚，鬃毛告诉他这里有人等他。他能看懂。清霄的文字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但山下2个字，不管在哪个世界，方向都是一样的。来访者飞行轨迹分析，不是直线，每飞行一段距离后会微调方向。调整的依据是灵脉浓度梯度。来访者在追踪裂界灵脉最浓的方向，裂界灵脉最浓的位置是灵泉。来访者最终落点预测，灵泉正上方，误差不超过5米。他到了之后，能恢复吗？取决于来访者自身灵气储备。如果到达时灵气耗尽，需要外部补充，
灵泉可以提供，白泽的光可以提供，月光草的光可以提供，裂界可以接住它。我不知道，我在这座山上拍了快2个月了，没见过这种光。距离测不出来，太远了。但移动速度每小时大约3000公里，方向正在往裂界正上方靠拢。如果保持这个速度，3天后到达裂界上空。昨天全国首发的灵值数据还没填完，今天又来个天上掉下来的不明飞行物。如果落到裂界范围内，按照苏晨的承包合同，落在山上的东西由山主处置，但如果落在山外，就不归你管了。那个尾痕的落点预测在哪儿？帖子刚才发了消息，落点在裂界灵泉正上方，那就归你管。我提前准备一份声明：裂界领空出现自然现象，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不要写不明飞行物，写自然现象。陈娃那座山连天上都开始往下掉东西了。他落地的位置是灵泉，灵泉离封印太近了，他体内的灵气如果耗尽，会自动吸收周围最近的能量源。灵泉是第一选择，如果灵泉不够，他会吸收封印。封印不能跑，所以我把茧放在这里。他落地之后，灵泉会先给他补充。如果不够，茧里的月光草会给他光，苔藓会给他落脚，鬃毛会引他往山下走。山下人多，他会被吸引到人群方向，远离封印。你再给他看名字。如果他到了，至少知道这座山上有人有名有姓。来访者身份确认：清霄宗外门弟子秦羽，状态灵气严重透支，经脉多处断裂，生命体征微弱但稳定，建议持续灵泉浸泡，不可移动，预计恢复意识时间6至12小时。别缓了，到了。今日暂停，灵脉养护。给那个天上掉下来的人飞了1个月，肯定饿了。月花，不是月花，是月光草，很像但不是同一种。你手里那片是清霄的，这片是裂界的。你就是那个在屏障层外面给我看光的人。你看到了，看到了，光很小，但方向很准。我已经飞不动了，是你那道手指上的光告诉我再往正道上飞。苏晨，这座山叫什么名字？裂界。裂界。我飞了1个月，落地的第一座山有名字，有人在等，还有汤。从天上往下看，这座山是一团光；站在山上往下看，是一群人。这水，在我们那里叫灵江，清霄宗的灵脉泉涌出来的水就是这个味道。但你们这里的多了点什么？不是矿物质，是活的。这6只，每一只身上都有灵脉催化的痕迹，但催化方向不一样。那头野猪催化的是骨骼和表皮，那头黑熊催化的是肌肉和脂肪层，那只无尾兽催化的不是身体，是感知系统。这头白色的催化的不是他自己，他在催化周围的一切。140年前，你的师门前辈路过这里，他看了我一眼，说此地不宜久留。你是同一脉，
你看了6支，说每一支催化方向不一样，你比他看得仔细。那个前辈是我师父的师父，他回清霄之后画了一张图，图上是一头长角的白色灵兽，角的分叉被他画成了7只。他说角有7只，代表他活过了7次灵脉潮汐。你这角是5只，断了2次。被你师父的师父看到的时候是7只，后来封印动了2次，折了2只。新长出来的还没到分叉的年纪。这个封印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清霄的。140年前，清霄宗有一个弟子失踪了，宗门记录里写的是外出历练未归。他失踪的时间和这座封印细节的时间是同一天。他叫什么？不知道。那卷记录的最后一页被撕掉了，撕掉那页的人是我师父的师父。他回来之后把那张图画给我看过，就是你那头白色的灵兽。他把脚画了7只，把脚尖上那股往西北方向飘的光画了40多天。他不是路过，他是来找东西的。他没找到就走了，因为封印压着，他要找的东西出不来。现在我来了，封印还在，他找的东西也还在底下。他找的东西有没有名字？有，那卷被撕掉最后一页的记录，封面上的编号还在，编号对应的档案名是2个字。万界之间每个被封印的东西都有档案，那一卷的档案名叫噬灵。这头野猪，他在练习怎么假装被打死。老铁，猎界第1只灵兽演员，他现在有粉丝。山脚那个棒球帽，弓把上贴了5张贴纸，3张跟他有关。在我们清霄，灵兽要么是坐骑，要么是护山兽，要么是被猎的材料，没有演员这个分类。你给他发工资吗？他自己定的价，每天3斤灵芝草莓，不给就偷。这谁？古装剧组的。天上掉下来那个，昨晚李婶给他熬的汤。这些字是写给人看的规矩。是，进了这座山，守规矩就行。在我们清霄，规矩不是写出来的，是刻在灵石上。刻的时候要注入灵气，谁不守规矩，灵石会自己找他。你这个没有灵气，别人不守你怎么管？不管，不守的人，其他人会管。上一次有人插队，光头还没动手，后面排队的大爷先把他推出去了。大爷说排队排了3天，你敢插我前面，我就把你名字发到猎讯群里。现在谁都知道插队的下场，不是被打，是社死。你们的规矩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刻在排队的人身上的。噬灵，清霄档案里的记录不多，我只找到1行字：噬灵以灵气为食，封印条件同源血锁，意思是用封印者自己的血压住。这行符号是那个失踪的弟子用他的血写的，下面那行粉红色的是另一种血，是一个女人。140年前，她用血补上了裂开的那一刀。去年，她的孙子又滴了一滴。封印现在是锁住状态，但每次灵脉升级，封印承受的压力都会增大。下一次灵脉升级，封印可能会裂。LV3，这座山的灵脉浓度已经在往 LV3的方向走了。我估计半年之内，如果封印裂了，噬灵出来，他会先吸干这座山的灵脉，然后吸清霄的，然后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吸下去。他不是被封印在这里的，是被人引过来的。那个失踪的清霄弟子，不是来封印他的，是来追杀他的。追杀到这个世界，发现杀不了，只能封。他把自己的血锁在封印里，等于是把自己和噬灵锁在一起。他没有失踪，他就在这里。这里堵了，不是灵气不够，
是岩石下面的灵脉通道被压住了。上面那棵枯树，树根往下扎的时候，正好压在灵脉支线上。树是死的，根还在往下长，把根拔掉，气流就通了。拔树根要挖多深？不用挖，我有别的办法。你把自己的内甲拆了，内甲上的每一片符号都是可拆卸的，本来就是用来修灵脉的。青霄宗的弟子出外历练，看到被破坏的灵脉节点，有义务修复，这是门规。你山上这样的节点，我上午走了1/3，找到4处堵的，全部修复需要3天。天文台声明出来了，西北天空尾迹为罕见大气光学现象，具体成因待进一步研究。他们把皮球踢给了气象局，气象局还没发声明，但林晚直播间的回放播放量过了2亿，评论区已经有人在用裂界做关键词了。苏晨，你山上那个穿青衫的年轻人，不能一直在外面走动，他太显眼了。他是客人，不能藏着。那至少别让他穿那件破青衫。李婶说给他缝一件用王叔品控淘汰的灵芝麻布，穿上之后跟村民差不多，长发，戴个帽子。剑先放你那儿，不是藏他，是让他别在新闻台还盯着裂界的时候被拍到跟天文台声明对不上。颜色用的是灵芝染料，草莓胭脂色加大黑月牙白调出来的，我管这个颜色叫裂界棕。缝了2天，袖口照着陆小的猎装收的口，你去给那个孩子试试。你的内甲还能修吗？回青霄之后可以用灵脉重新祝福，但我不急着回去。我跟你说了，半年之内灵脉会到 LV3，封印可能会裂。在那之前，我要做3件事：第一，把你山上那些堵的灵脉全部疏通；第二，帮你把封印加固一次，不是靠血，是靠青霄的阵法；第三，教你认灵脉，堵了哪里，为什么堵，怎么修，不是靠内甲符号，靠你自己的眼睛。教我需要多久？你学东西快不快？3天筹了50万。那学认灵脉3天够了。这处堵了一半，气流速度比早上那处慢了，但不是打旋，是直着出来的，但量少。不是树根压的，是石缝本身变窄了。灵泉水里的矿物质在石缝边缘结了垢，你怎么判断是结膏不是树根？石缝边缘有白色的痕迹，灵泉水蒸发之后留下的，跟烧水壶里的水垢一样。灵泉水里的晕蓝成分被灵脉吸收了，剩下的矿物质附着在石缝边缘，越积越厚，石缝越窄，不是堵死，是慢慢收窄。这处你来修，不用拆我的内甲，用你的手，符号只是介质。你手指上有白泽流的那道银白线，那道线比我的内甲好用。你把手指放在石缝边缘的白色结构上，不要用力，就放在上面。这比拆你的内甲快。白泽给你的不是记号，是钥匙，能开灵脉的钥匙。你以前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把它放在石头上过。灵花谷免费拍照，不要采花。你好，我们是省电视台的，想采访你们山主，关于前几天那道横跨西北天空的光。天文台说是大气光学现象，但我们采访了目击者，有人说那道光最后落在这座山上了。山主在山上，采访要预约，找帖子登记，预约排到5周后。5周？昨天以前是4周，昨晚林晚直播回放过2亿，今天早上一口气加了1周的量。水里的溶解氧是正常山泉的3倍，负氧离子浓度不适用这个量值，要把探头换成大气的。不是猎食行为，不是交配行为，不是领地行为，他在重复一个没有生物学意义的动作。他不是在狩猎，是在排演。你在山上干什么？我是环境科学院的，我研究动物行为15年，没有在任何文献里见过野猪自主练习倒地。苏老板，
你这头野猪在干什么？它不是在狩猎，它是在演戏。你叫什么？周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动物行为学实验室主任。你是研究动物行为的，这头野练习倒地是我教的。他在练的是怎么假装被猎人射中。猎人射中的不是他，是系统预设的靶点。弩箭碰到他皮肤的时候，箭头的传感器会告诉他该倒了。倒下去之后，猎人割走的不是肉，是附近的灵果、西红柿、火龙果、桑葚。你刚才看到的不是野猪在演戏，是我在教他怎么不让猎人真的杀他。你教了他多少遍？从第一天开始算，将近2000遍了。他第一次做对是什么时候？大概1000遍的时候。前面1000遍，倒早了，倒晚了，倒反了，倒下去忘了伸舌头。他不是天才，他是练出来的。你刚才写我的名字，是要记住我，记住一个可能揭穿你的人，记住一个能帮我的人。你是研究动物行为的，你知道什么样的训练方式能让灵兽在最小的压力下配合表演？我不是来求你保密，我是来求你看一眼数据，然后告诉我怎么让他们更轻松。你们山主用一支笔管了整座山。不是笔，是规矩。笔只是把规矩写下来，规矩是排队的人自己立的。你是省台的，采访要预约。我不是来采访山主的，我是来采访品控中心负责人的。你们门口的牌子写的是红山灵品品控中心，我查了工商注册，这个品牌的所有人是红山村集体合作社，法人不是你，法人是一个叫李秀兰的人。李秀兰是谁？李婶，刚才给你指路那个。赵总，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周远今天进了猎界，他带了一个便携检测仪上去，下来的数据我已经拿到了，水里的溶解氧是正常山泉的3倍。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浓度超出了检测仪的2成，还有，他在山上逗留了4个小时，下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叠便签纸，便签纸上不是打印的字，是手写的。手写的什么？看不到。周远把便签纸放进了采样箱，采样箱有密码锁。不用看便签纸上写了什么，周远是研究动物行为的，他在山上待了4个小时。带了检测仪上去，带了便签纸下来，他发现了东西，他没报警，说明他发现的东西不违法，但不是真猎，是表演。猎界打的不是真猎。那个穿麻布外套的年轻人，他的内甲上有拆过的痕迹，他在修山。这座山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但每一个东西都比真的值钱。退钱！我上个月排了2周队，花5000块看你这头野猪演戏。你们这山上全是假的，异兽是假的，狩猎是假的，连那什么灵芝草莓是不是也是打了药的？退钱可以，排队。铁子，新预约纸板在哪？抽屉里还有一本新的。我在这山上打了2个月的猎，被那头野猪喷过一脸口水，贴了6张贴纸。你们说它是假的，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的。那头野猪追我的时候，我挂在树上差点尿裤子，是真的。他打喷嚏喷我一脸口水，是真的。我花5000块买的那20分钟，是真的。你们退钱，退的是你们的钱，我不退，我觉得值。你是拖把。你不下山吗？现在下山说什么都没用，他们不是来听解释的，是来确认自己被骗了的。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当成新的证据。要让别人说，让花了钱的人自己说，让研究动物的人自己说，让拍了2年的镜头自己说。检测到外界大量负面信息，领地生育值下降中，当前状态危机，建议启动应急预案，
预案是什么？等待，不是等舆论平息，是等真相自浮上来。你训练了老铁野猪2000遍，他现在已经可以不靠指令完成全套表演。周远在分析你给他的数据，他的论文写完之后就是独立的第三方验证。林婉拍了2年的素材，他的镜头不会说谎。你不需要辩解，你只需要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说你不需要辩解？跟你学的。你从来没辩解过，从第一天王坤把转让协议甩在你身上开始。我在这座山上拍了2年，2年里我拍的每一帧画面都在这台相机的存储卡里。今天有人说裂界是假的，我告诉你们我在镜头里看到了什么。这段素材是上个月拍的，凌晨4点，这头野猪在没有人看的时候自己练了12遍。你们说它是假的？假的东西不需要在凌晨4点自己练。这是我第一天来裂界拍的。争，那头无尾兽从灌木丛里走出来，看着我镜头。弹幕当时刷的是特效，我放大了它的眼球，金色液态，没有瞳孔，没有特效，不是 AI 生成的，是真的。他们退的不是草莓，他们退的是红山灵品这4个字。退货不影响品控，退回来的草莓，我每一颗都重新过手，过了品控的，换个包装重新上架，不是骗人，是告诉他们，你退回来的是特级，送回去的还是特级，标准没变过。发了就是表态，红山灵品的草莓不怕人尝。赵总，第一波曝光数据，播放量过了5000万，但反弹已经开始。林晚的凌晨素材发出来之后，负面舆情的增长速度降了1半。那个动物学家周远，他今天下午在他的个人学术主页上发了一段声明，标题叫《关于猎界动物行练数据的初步分析》，结论是训练方法符合动物福利标准。他没有提到表演，他用了训练这个词。我叫苏强，去年我跟王坤来逼苏晨签字转让协议，是我。你们谁骂过他守着一座破山也在里面？我不替他说话，我就说一件事儿。昨天那3箱退货草莓，王叔一颗一颗重新过了品控，过了的重新装箱。今天早上冷链车照常发车，草莓还是那个草莓，标准还是那个标准。你们谁觉得这草莓是假的，去品客中心门口尝，不要钱。比之前还甜。去年种草莓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一天要靠草莓证明自己没骗人？我想看这只，能不能进山？进山5000。幼兽不开放参观，他们在灵花谷最深处，人进不去。林晚的直播是特例。那我排队，排多久都行。我只是想离他们近一点。集体诉讼那边已经有7个人撤诉，不是我叫他们撤的。是昨晚幼兽视频出来之后，他们自己找律师撤的。其中一个撤诉的人在撤诉书上写了一句话：我女儿看了幼兽视频哭了。她说我退钱是在欺负小野猪。这批是退回又重新过品控的，我每颗都过了手，特级标准没变，送回去，包装上贴个新标签，不用写重新上架，就写红山灵品特级草莓，跟新出厂的一样。王叔，别人退货的我拉回去，超市还收吗？收。昨天超市采购经理打电话给我，他说幼兽视频他老婆看了3遍，看完以后去冰箱里把之前退的那盒草莓拿出来吃了，吃完说退错了，今天一早重新下了订单。我跟林婉说好了，以后谁再问灵花谷能不能进，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这个不算贴纸，算警示牌。你出师了，以后山上的灵脉再堵，你自己能修。手指上那道银白线比我的内甲好用，你的内甲只剩这一片了，剩1片就够了。这一片不是用来修灵脉的，是用来画图的。我走之前要给你画一张图，用这最后一片符号的银白叶，在灵泉边的石头上画，不是画灵脉走势，
是画封印加固的阵法。我走之后，如果封印有变化，你看那张图就知道怎么加固。不需要清销的灵气，不需要内甲符号，你手上那道线就够了。走的时候不能野掉。我内甲上还剩的那片符号，可以用来自起一道空间裂隙，不大，刚好一个人过去。落点在清霄宗山门外3里处。我师傅的师傅当年在那一带画过传送阵，那一带我熟。刻清令牌，本来应该给你刻你自己的名字，但我想了想，给你刻了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把自己锁在山底下，但清霄宗的弟子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我没办法替他恢复名册，但我可以替他给你一块令牌，令牌上的名字是他，持令牌的人是你，沈彻，清澈的澈。今天不是端午，但送人上路要吃东西。封印现在是生长状态，1年之内不要升为2-3，灵脉浓度维持现状，等封印的根扎稳了再说。苏晨，你第一次在屏障层外面给我看光的时候，你的手指上那道银白线有多长？无名指第1条指过，现在呢，长了，分叉了。封印在生长，你也跟着长了。检测到跨位面信号，来源清霄方向，信号内容已解析，不是文字，是一段灵脉编动频率。该频率与灵泉岩石上封印阵法的弧形脉络完全匹配。推测秦羽已安全抵达清霄，他用封印阵法的频率向你发送平安信号。他到了。跨位面通讯通道已建立，命名为万界之窗，当前状态单向接收。发送权限 LV3 后解锁。注：万界之窗不需要灵脉升级即可使用接收功能。秦仪可以通过封印阵法频率向你发送信息，你可以收到。回复：需要 LV3。李婶让我去镇上买的，她说你那只秃了快1个月了，她不认字。但他认得笔记，他说你写在木牌上的字越来越浅，该换一支了。秦羽讯息已到清霄，师傅的师傅看了我内甲上那颗淡蓝星光，看了很久。他问我是不是见到了那头脚断了2次的白色灵兽？我说是。他说你回来了就好。他又问那座山叫什么名字？我说裂界。他把裂界2个字写在清霄宗的山门名录上，旁边标注异界友好领地，领主苏晨。学术界把你的野猪写进了论文，不是研究对象，是属于你的。你的脚在往回长，封印长得越稳，我的脚恢复得越快。等封印完全适应了，7只应该能全部回来。你长多少，我就长多少。你手上那道线，最开始只是一道记号，后来是钥匙，现在是根。根扎得越深，你跟我跟封印跟这座山就越分不开。你奶奶当年滴那滴血的时候，她不知道她的孙子手上会长出一根来。
桶牌是给别人看的，木牌是给自己看的。温度稳定在3度。3度，高了灵气散。能不能把灵脉太险也给我们村的地用？品控标准先拿去，你们村的地先拿品控标准过一遍，土质、水质、光照全达标了再说苔藓的事儿。你是红山村的技术员，我是种菜的。第6只长出来之后，你的线应该能延伸到手腕。长到手腕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我活了140年，断过2次脚，滴过2次血，见过一个女人，一个被撕掉名字的弟子，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修士。你手上那道线不在我知道的任何规律里，你不是灵兽，不是修士，不是封印的一部分，但你跟这3样东西都在同步生长。灵脉升级暂停，原因：宿主手动锁定，锁定解除条件，请已归来复查封印后。征领地原生种，当前状态育幼中，后代体征4尾已完全伸展，第5尾萌芽中，生长速度略快于母土同期。注：幼征的第5条尾巴萌芽时间与封印阵法图银白纹路泛淡金的时间完全同步。他在跟我说什么？封印在催，在 LV2 待得太久了，灵脉浓度够了，封印也稳了，他不需要再等了。秦爷跟你说1年，封印自己觉得不需要1年，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他可以了。还差1个月。他走的时候说1年，我答应他。你锁了灵脉，封印绕过了你的锁，他没有强行突破，他在等你主动解锁。他很礼貌。汤好了，和去年一样，草莓片、黄瓜丁、月光草花瓣，一样不多，一样不少。比我想的长。封印在生长。我知道，我收到了。你那14条没有发出去的回复我都收到，不是通过万界之窗，是通过封印。封印在生长的时候把他的感受同步给了2个世界。你每次在便皮纸上写回复，封印就把你的笔地变成灵脉的频率发到清霄。水温变了，1年前是凉的，现在温了。你说1年之内不要升 LV3，我就什么都没做。苔藓是自己长的，月光草是山体变的，灵泉水是自己温的。你没升 LV3，但山没有等你，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往上涨，不是灵脉浓度的涨，是深度的涨。LV2 的浓度没变，但浓度渗透的深度变了。1年前灵脉只渗透到山体表层，现在渗透到岩层深处了。水温变温不是因为水变了，是因为水从更深的地方涌出来了。你锁了灵脉的高，山自己长得深。封印在生长，但不是按我画的阵法长，是按他自己的记忆长。他把我画的3圈，那个人加了2圈，你奶奶的那一滴血，你滴的那一滴血，全记住了。他不是在等我来复查，是在等我来，他记住了多少？封印不是机器，他会记，比任何阵法都会记。封印可以了 ，LV3，解锁吧。锁定解除，灵脉 LV3 启动。封印给了我一个记号，跟你给白泽的那个互相抵消了。万界之窗，发送权限已解锁，宿主可通过封印阵法频率向清霄方向发送讯息，讯息格式文字会消耗灵脉能量，建议单次发送文字量不超过100次，超过需等待灵脉能量恢复。
老铁又重了400斤，灵泉现在是36度5，我的体温。你的内甲被封印标记了淡金色的，跟你给白泽的那个记号互相抵消。你下次来的时候不用掉下来，门开着。说到了36度5，我记得1年前我掉下来的时候，灵泉水拖住我的后背，那时候还是凉。封印现在不需要我，LV3之前的封印是绷紧，需要阵法，需要血，需要不断加固。LV3之后的封印是放松，它自己在长，不用人扶了。那个被锁在里面的人还在吗？在，他的意识比以前更弱了，弱到几乎感觉不到，但他在。封印往前长移走，他就往里退一次血，不是消失，是在把位置让给封印自己。退到底的意思不是死。封印里面你滴的那滴血和他退到底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点光会在同一个位置上。清霄的文字是用灵力刻的，你这里的笔是物理墨水，两种东西在材质上不兼容。你想写什么？我想给封印里面那个人写一封信，不是用灵气，用他的同门能认得的方式。但你的笔写不了玉，我的灵气写不了纸。灵泉水是灵脉的介质，可以写在玉上，不用灵气，不用墨水。封印在教我们怎么跟那个人说话。前辈，封印现在不需要感受了，你能不缺刻在清霄宗弟子名录里，不是补录，是原味。那一页的最后一行，猎界的山主会用灵泉水写你的名字。写完，你不需要再醒着手了，可以睡了。他睡了。封印把他收进去了，不是关，是收纳。他的意识不再需要醒着看守了，封印替他记着，他的记忆变成了封印的生长方向。以后封印每往前长1寸，都是他。你要走了？明天，这次不用掉下来，也不用掉回去，门开着。你手上的红绳和你堂弟手上那道银白细线是同一个来源。你奶奶打的结，一个是给你堂弟系在手腕上，一个是给那头白色灵兽系在胸口上，还有一个是给他自己系的。他系完之后，把剩下的红布条放在了枕头底下。你是从他枕头底下拿走的？不是拿，是他给我的。他走之前最后一个清醒的晚上，他把枕头底下的红布条抽出来系在我手上。他说：“强娃，这根绳你哥也有，你们俩一人一根，别弄丢了。”我没敢告诉他，我哥那根已经系在他胸口了。白泽胸口那根平安结是你奶奶寄给他的，不是你哥。我奶奶系了3根，一根给橙子，一根给我，一根给那头白色的。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只是把绳系在我手上，不说你哥也有，不说山里那头白色的也有，他就说别弄丢了。你奶奶不给东西起名字，她也不解释，她只是系紧了就走，系了3根红绳，一根都没解释过。她知道你不用解释，你只是需要时间自己想明白。你手腕上那根红绳和你哥手指上那道银白线是同一根儿。苏晨，你的第2支圆珠笔墨水还剩多少？还能写几个字？够写到下次我来。
你第一次站在这个位置，是王坤把转让协议甩在你身上的那天。那时候你往山下看，山脚下只有荒地；现在你往山下看，有排队的人、装货的车、亮灯的民宿、扩建的大棚、修路的人。上次我走的时候，你说灵泉水是36度，现在还是。人的体温不变。封印可升 LV4，你为什么没升？你说不需要，我随口说的。你每次随口说的都对。天生就会，不是天生，是老铁教的。老铁用鼻子拱他，用侧身撞他，用呼噜声纠正他的角度，教了1整年，1万多遍。老铁训练小铁的方法，不是模仿我教他的方式，他自己发明的。他不拱小铁去枯树前面，他自己先倒一次，然后回头看着小铁，等小铁倒完了，他再用鼻子拱一下小铁的碉牙位置，意思是角度歪了。清霄的灵兽，代际之间没有教学，每一代都是靠灵脉催化自然觉醒能力。你这座山上的灵兽，代际之间在传承，不是催化，是教育。你们不只是在训练灵兽表演，你们是在教灵兽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封印里面那个人彻底退了。他把最后一点意识还给了封印，我在清霄把他的名字刻回去，不是补录，是原味。名录里他的师傅那一页，最后一个，他师傅给他留了140年。是的，清霄宗的名录上有他了，裂界的山底下有他了。等封印不需要长，他就会彻底变成这座山的一部分，不是死。脚不需要再长了，封印不需要再守了，他不需要再醒了，你不需要再担心了。我也不用了。怎么样？在清霄，灵骨是主食，但清霄的灵骨灵气含量越高越硬，嚼起来费牙。你这个灵气含量比清霄灵骨高，但米粒是软的，不是因为品种，是因为土。裂界的灵脉渗透到了岩层深处，土壤里的灵脉成分是均匀分布的，清霄的灵脉是点状分布的。灵骨只从灵脉节点吸收灵气。节点附近的土壤灵气浓度是别处的10几倍，不均匀。你的土匀。你说的这些能写进品控标准不？不能。品控标准是给种地的人看的，不是给修士看的。你只要写煮出来淡金色，嚼起来软，咽下去喉咙凉，原理不用写。
我这几年在青霄翻了很多旧档案，封印里面那个人，他的名字我找到了，不是名录里的编号，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师傅在名录里给他留了那个格子，但旁边用极细的篆书注了一行小字。我前年翻档案的时候看到了，那行字不是名录的一部分，是他师傅私下写的备注。备注内容就2个字：世灵。他的名字叫世灵。不是，他师傅写世灵不是给他起名字，是给他做记录。他是青霄宗第一个发现世灵这种东西的人。他发现之后没有上报宗门，因为他知道上报之后宗门会派人来杀世灵。杀世灵的唯一方法是用同源血锁，他不想让同门来送死，所以他自己来了。追杀到裂界，发现杀不了，只能封。封印条件就是同源血锁，他用的是自己的血。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师父猜到了，所以在他失踪的一页名录最后一个旁边，用极细的篆书写了2个字：世灵。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做的事。他师父给他留了140年的空位，不是等他回来述职，是等有人替他在名录上把名字补上。我补上了，用的是他的名字，他师父写在另一本档案里的名字，不是世灵，是他做的事。他的名字叫沈彻，清澈的澈。我查了他入门那年的记录，他师父在第1页第1行写了他的名字，旁边标注了一行字：此子心极软，不适合杀伐。140年后，他用最软的心做了最硬的事。沈彻的名字刻在青霄名录里，写在裂界的封印上，浸在玉牌的光泽里。他在3个地方都有名字。常来。须知了，还差什么？差，脚恢复了，封印在生长，门开着，沈彻睡了，秦羽常来。你手上的线已经连到了脊柱，你不需要再站在山顶断崖上看灵脉了，你自己就是灵脉的延伸。裂界木牌规矩14条，灵兽12只，灵职3代，村民97户，万界之窗青霄方向已连接，封印沈彻已归，门开着，宿主苏晨在。什么味道？凉的，跟灵泉苔藓一样凉。青霄的茶也是凉的，2个世界的灵脉产出来的味道差不多。